嗨，大家好，我是老魏。这两天的视频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矛盾点呢，在哪里呢？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过分的夸大了越南，就说老魏你在拍越南的马屁，对吧？有的过分一点的，甚至说我在污蔑中国，对吧？就是自己天天口口声声的说我们是大国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5000年的文明。我是说越南好，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不好，对吧？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大国，你有胸怀，你有包容度，那你要承认别人的好，对不对？如果你别人确实这样好的话，你都不愿意去承认，那你的胸怀呢？你天天说的5000年的文明呢，对吧？那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我也不是说中国不好啊，中国肯定有好的一面，是不是？但中国的好不用我去说，因为中国有一些非常有风骨的、非常有文采的一些专业的人去夸，比如胡锡进司马什么南之类的人他们是专业的人，专门夸中国好的。我这种不专业的呢，你让我去夸，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夸，是吧？我水平也不到，我只能呢，就是把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来说出来，分享给大家。那我现在因为在越南生活，那我就只能说我自己身边的事儿，我看到的发生在我身边的小事儿，我来说一说。因为我这种小人物也说不了特别惊天动地的大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呢，只说我就是说，只说越南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我避而不谈。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也知道越南有很多不好的一面。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越南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其实越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一个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越南人感觉很温和，对不对？你接触的很多越南人都是非常非常温和的，但是呢，他们很坚韧。他们美国人过来打不败，蒙古人三征越南，也没有把越南给征服了。所以越南看似很温和，但他很坚韧他这个社会呢，因为他这种民族性格呢，他这个社会肯定是充满着一些矛盾的。我们首先来看越南的社会治安。越南人很温和，但是社会上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盗抢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盗抢现象的，特别是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地方，因为有一些穷人或者说因为越南人有一些男人就是爱喝酒、爱赌博，这个在哪个社会都有这种事情他们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有的是即兴的，就是临时起意就是去偷去抢这种事肯定是有的。越南社会新闻也有报道，就我们也能看到，来到越南的游客呢，也会有的被抢或者被偷，这种事情也有，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发生过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吧？我相信不光光是越南，在别的国家一定也有发生这种现象也有发生这种事。你比如20年前的中国，对吧？那个时候广州还没有禁摩的时候，那也有人去偷去抢，对吧？有的游客手机在脖子上挂着，直接就拽走了，那金耳坠在耳朵上直接就拉走了。这种事现在在越南也有发生，对吧？社会上也有时有报道。所以呢，在越南呢，很多人就是穿得很严，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财物都放在摩托车底下，基本上在走路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直接露出来。所以在越南是一个财不外露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把自己的财物保管得很好。但是呢，有一些游客呢，他不太清楚，对吧？把手机拿在手上边打电话边走路，然后金项链就挂在脖子里，或者说直接被那个飞车党给劫了，这种事肯定是有的。对吧？这个老魏也不会回避这些事情，但是呢，在越南，如果你来到了越南，你一定要注意好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怎么来规避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
我越南朋友啊教了我一招，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有人抢劫你，或者说偷盗你的东西啊，你及时发现了，但是他已经就是已经得手了，你就要大声喊，有多大声音就喊多大声音，喊救命啊，或者说喊一些什么东西去追因为越南人啊，他非常是见义勇为的越南人非常见义勇为，他一定会帮你追的，很多人会帮你追，这种事儿啊，就是屡见不鲜的，就是可能这个盗贼得手了，但是很快会被这个人民群众的汪洋战争给湮灭了，就是很多人会围上去追这个越南人相对来说是非常热情的，这个我在我以前视频里也毫不掩饰的，对吧？说过很多次包括我和我的很多朋友，因为骑摩托车就是摔了以后，很多越南人停下来去帮你把车子扶起来，把你人拉起来你的财物一样一样的给你搞好。所以很多越南人是非常热情的，但是越南社会上也确实有这些偷盗的事情发生这个是本身也是矛盾的一个事情。但是遇到这种事情呢，你不能说这个越南就是到处都是充满偷盗什么东西，这种说法肯定也是不对的，因为大多数的越南人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极少数的东西，极少数的坏人肯定是有的，包括中国肯定也有，对吧？中国也有偷盗的现象，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这种事情不能回避，对吧？社会新闻，中国的社会新闻也有这些报道。是吧？但是我们不会去夸大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一些少数的人在做的事情，少数人在作恶，那大多数人、大多数老百姓是善良的，是真诚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还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这种事情都有。但是你不能说有一个了，你就说这个国家的人就怎么样？我觉得这样说是不对的，对吧？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越南的这个交通其实越南的交通，在我们想象里面，越南应该是大家都骑摩托车，交通应该比较顺畅才对。但是越南的基础设施真的非常差，对吧？这个也是越南不好的一个方面。如果你来越南了，你要考虑到堵车，对吧？或者说你去机场在越南，你要考虑堵车，你要提前1个小时或者提前半个小时，那至少你得提前。这个越南的交通状况谁也不知道，而且越南有雨水很多有些基础设施差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拥堵这个东西是所有来越南的朋友都遇到过的这个如果说你来了越南，你也肯定会遇到这样的拥堵的事情一定会有的，特别是胡志明和河内这样的大城市。那2、3线城市就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中部的小城市或者南部的小城市，或者北部的小城市，他们就相对来说没有这样拥堵的现象。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越南只有2个特大城市，那就是河内和胡志明，其他的城市都是小城市了这个在房价上也显示出来了。其实越南这种地方按说这个国家很小，但是胡志明和河内的房价非常非常高反而是周边的小城市它的房价很低，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也可能是这个越南这几年的改革开放比较成功，所以导致了很多热钱流入越南，就催生了河内和胡志明市房价的上涨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也是在越南我们生活所面临的一个现象，就是租房的成本和买房的成本都是越来越高在越南生活久的外国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中国人就是遇到这个交警的问题可能在整个东南亚都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中国人到哪里都很容易被罚款，包括在海关入海关的时候被索要红包在越南也是有的。那这种时候呢，就是我一般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钱，对吧？就是我是正常进来的，我是来经商的，或者说我是正常的游客过来的，我没有钱。如果你要给我要钱的话，那我微信转给你，支付宝转给你，对吧？就是这样，你要是不卑不亢的，他也会让你进来。他并不是说一定要你不拿钱就不让你进来的这是一个
入海关的一个方面，另外一块是中国人经常遇到的就是交警的问题。其实交警呢，就是在越南呢，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方面。这方面体现在什么呢？交警就是说，本身收入非常低的，他有时候要靠罚款来提高他的收入。包括越南普通老百姓也对越南的交警就是有很大的微词啊，有很大的微词。但是呢，越南交警有一点儿是我觉得是挺好的。那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遇到的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有一次我越南朋友带着我去骑摩托车走路，然后被交警拦。他是看到了那个交警拦他，他就是加速冲过去。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交警已经把手搭在他这个胳膊上了，也就是他加油门的那个胳膊。如果那个交警就是扣住他的胳膊的话啊，他一定会，就是我们一定会摔倒，而且那个车速比较快，我们一定会摔得很惨。那个时候交警搭到他胳膊的一刹那，因为他没有减速的意思，那交警就赶紧把这个手给拿开了啊，赶紧把手拿开了。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如果说那个交警啊真的要罚他款，或者必须让他扣下来的话，那他只要轻轻一搭，那肯定是留下来的。但是关键时候他枪口抬高一寸，就是直接手拿开了，就是我那个朋友就带着我就过去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被交警罚过。我被交警罚了以后呢，当时我把身上的所有的钱都给他了啊，当时我也没有带多少钱，都是零钱啊。然后那个交警啊，就把那个5万以下的越南盾啊全给我了，就是够我加油的，够我喝水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被罚了款嘛，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有点他毕竟还是给你一条路走的，他不是把你搞绝了的。明白吧？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充满了一点点温存的吧，对不对？当时我带的钱也不多，如果按罚款的话，我那些钱还不一定够。我们有时候路况不熟，一定会会出现这种违章的事情，对吧？路走多了一定会摔倒嘛，或者说湿了鞋嘛，对不对？那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交警是，如果你没有钱，交警也是让你走的。你就是我把钱拿给他看了，我就这么点钱，然后他就把我那个10万的给拿了，然后把那个零钱全给我了。这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越南社会怎么说呢，让人觉得还可以的一个地方吧。是我在越南啊自己切身体会的几个事情，就是我不会为了博取流量啊，或者说什么我来胡编乱造一些事情啊。我说的可能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或者说你看到的越南和我看到的越南，因为大家生活的角度不同啊，生活的地方不一样，对吧？咱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或者体会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或者说的是错误的，那你可以给我指出来。我觉得你说的对，那我认为你说的对的话，我会道歉，对吧？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文明交流，而不要上来就骂我傻逼。是不是有一些人啊，就是没有礼貌啊，这是上来就直接骂人呢？那种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人的胸怀，对吧？作为一个文明人的胸怀，在哪儿啊？什么叫文明？你是直接把你自己不文明的一些东西直接贴到自己脸上，这个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先不当人，对吧？所以我们今后呢，我欢迎所有的朋友跟我文明交流，不文明交流呢，那我也是懒得理的，对吧？好，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感谢大家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